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长安24计诚意复仇记失控，亲手设局误杀妹妹徐璐，见红伞信物崩溃痛哭。一袭白衣，一把红伞，一场精心策划的杀局，最终却刺向了自己寻觅多年的至亲。当程毅饰演的谢怀安在长安24计中，亲眼看到自己布下的天罗地网所捕获的猎物，竟是自己发誓要用一生守护的妹妹白婉徐璐事实，整个世界仿佛都在瞬间崩塌。那一刻，时间静止，喧嚣的杀戮场归于死寂，只剩下他冲向那具尚有余温的身体，紧紧相拥，却再也唤不回一声哥哥。剧中，程毅贡献了堪称封神的一幕。没有声嘶力竭的咆哮，只有无声的泪水决堤。他的肩膀剧烈颤抖，面部肌肉因极致的痛苦而扭曲，双目赤红，充满了悔恨、绝望与不敢置信。当部下颤抖着呈上那把作为信物的红伞，那是他与妹妹初见时亲手赠予的最后一丝侥幸被彻底击碎。他像一头被抽去脊骨的困兽，只能用尽全身力气抱着妹妹，仿佛这样就能留住她正在消散的生命。这一幕认亲变认尸的极致悲剧，让无数观众在屏幕前心碎泪崩。网友们纷纷表示，他甚至没有发出一丝声音，但我却听到了震耳欲聋的悲鸣，这才是真正的演技。这场演技与剧情的双重爆发，不仅让长安24计的讨论度直冲云霄，更让主演程毅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，一雪前耻。要知道，在今年，程毅连续播出的《赴山海》与《天地剑心》两部大制作古装剧，市场反响均未达到预期。前者被指剧情节奏拖沓，后者则因人设略显单薄而未能激起太大水花。一时间，程毅的古装品质保证是否失灵的质疑声四起。然而长安24计的横空出世，以一种不容置喙的强硬姿态宣告了王者的归来。这部剧最令人称奇的是它在当前古装剧市场中的异类属性，全剧完全摒弃了时下流行的甜宠或虐恋感情线。程毅饰演的男主谢怀安从头到尾只有一个目标：复仇。他冷静、隐忍、智计无双，每一步都踩在刀尖上。正是这种纯粹、极致的复仇爽感，精准捕获了厌倦了工业糖精的观众。剧集上线至今，播放量已强势突破2亿大关。而更惊人的是其商业价值。目前剧集播出至14集，平均每集竟有近10个广告贴片，总计已有135家厂商下注。这份沉甸甸的招商成绩单，无疑是市场对该剧品质与热度最直接的肯定。有网友评论道：“终于有一部男主一心一意搞事业的剧了，看他步步为营，手刃仇敌，比看他谈恋爱过瘾100倍。”那么，究竟是怎样的血海深仇，才催生了这场惊天动地的悲剧？故事要从10几年前的刘家灭门惨案说起。谢怀安本名刘子安，与妹妹刘李及白婉原是高门望族之后，却在一夜之间家破人亡。年幼的刘子安为了保全唯一的血脉，将妹妹托付给一户普通人家收养，自己则隐姓埋名，化身长安城里一名最不起眼的撑船人。整整7年，他就在离妹妹不远不近的河上，默默守护着她的成长，却不敢相认。而白婉虽然不知亲兄长的模样，但每年都会写信寄往一个虚无的地址，告诉哥哥，这世上还有人在牵挂他。兄妹2人，一个在明，一个在暗，虽未谋面，但那份血浓于水的羁绊早已成为彼此生命中唯一的光。这份深沉而克制的情感铺垫，让后来的悲剧显得愈发沉重，
也让观众对幕后黑手的恨意达到了顶点。这一切的操纵者，正是当年刘家灭门的元凶，位高权重的严凤山张涵予饰。这位由老戏骨张涵予饰演的反派，气场强大，老谋深算，早已洞悉了谢怀安的复仇计划。当谢怀安布下天罗地网，下令凡穿白色斗篷入城者格杀勿论时，严凤山却因狠得将计就计。他故意派人弄脏了白婉原本的紫色斗篷，假意好心地为他换上了一袭白衣，并巧妙地透露线索，让他得知谢怀安就是自己寻觅多年的亲哥哥。满心欢喜的白婉以为即将迎来兄妹重逢的喜悦，却不知自己正一步步踏入哥哥为仇人设下的死亡陷阱。严凤山此计诛心至极，他不仅要谢怀安的命，更要先摧毁他的意志，让他亲手毁灭自己最珍视的东西。网友对此恨得咬牙切齿。张涵予老师的压迫感太强了，隔着屏幕都觉得窒息，这才是真正的终极大 boss。当谢怀安从妹妹冰冷的手中发现那张写着自己本名刘礼的红纸时，他才明白妹妹是怀着怎样的期待与喜悦奔向他，却最终倒在了他的计谋之下。这迟来的真相化作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也燃起了他复仇的滔天烈焰。在亲手为妹妹立下墓碑后，那个隐忍了多年的撑船人谢怀安彻底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决心与整个黑暗朝堂为敌的复仇者谢怀安。他向严凤山正式宣战，预示着后续的剧情将进入更加白热化的智勇对决。观众对此期待值爆棚，太带感了！妹妹的死就是男主黑化的最后一道催化剂，坐等哥哥杀疯了。长安24季抓住了美强惨人设的精髓，将极致的悲剧美学与高能的复仇爽感完美融合。诚意用他那极具共情力的表演，将谢怀安这个角色的隐忍、智慧、深情与崩溃演绎得淋漓尽致，再次证明了他在驾驭复杂悲情角色上的统治力。更重要的是，该剧的火爆也为市场提供了一个范本，观众永远为好故事买单。哪怕没有缠绵悱恻的爱情，只要剧情逻辑在线，人物弧光完整，节奏扣人心弦，便足以成就一部口碑与收视双丰收的爆款佳作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谢怀安的翻身是为家族复仇，而程毅的翻身则是为好演员与好剧本证明。